Hello， 朋友们，这里是 AI 起飞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是不是每次打开 AI 工具都犯愁，要么翻半天提问提示词宝典，要么生成出来的内容跑偏，要么粗糙，还是写不出能用的指令？其实2025年用 AI 根本不用死记硬背，只要学会问对5个问题，不管是让 AI 写文案、画图片、做视频，还是当你的专属助手，都能稳得像请了个1对1的，哪怕是小学生跟着流程走也能出效果。今天我就用5问法带大家实操一遍，列示范。好，我们的5问是哪个5问呢？好，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向 AI 提问才能得到精准回应。好，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生成 AI 绘图提示词。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生成 AI 视频提示词。好，我们第4个问题是如何生成 AI 的行为指令。好，最后一个问题是还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今天我就用5大问法带大家实操一遍，不用华丽词汇，只要把问题问到位， AI 就会主动给你框架、范例，甚至帮你想改进意见。核心逻辑就一句话，让 AI 帮你搭框架，你只负责微调。毕竟人类最擅长修改优化， AI 最擅长起草初稿，分工理清了，效率直接翻倍。好，下面咱们就从第一问题开始。好，这边我用 GPT 做示范。好，没有账号的朋友也别着急，后面我会说正规渠道先学方法更重要。第一问，怎么向 AI 提问才能不答非所问？很多人用 AI 没效果，不是 AI 不行，是没说清楚你要什么。比如说，帮我写个文案，要让 AI 给你更精准的回应，其实和提问的方式高度相关。你可以把它当成搜索引擎加助教的结合体，越清晰越有上下文，答案就越有价值。好，总结就是精准提问等于背景加角色加任务加限制条件加预期输出。那么我们需要提供一个背景信息，让 AI 知道你处于什么场景。好，如果你只写一个模糊提问的话，就写一个怎么写简历，那肯定是不行啊。好，我们精准的提问就是要这样子写：我是应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想投互联网公司产品助理岗位，请帮我写一份简历大纲。好，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好，我们就这样太简单的一个提示的话，它就会范围太广，好，它自然就精准不了。好，我们在这里边给它一个精准的提示。好，我们这里就让这句话输入进去哈，我是应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这个是不是非常的详细的一个提示哈？他后面还说了，想投互联网公司产品助理岗位，请帮我写一份简历大纲。好，提示词写清楚了之后，它就能帮我们整理一份清晰的大纲。好，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多了？好，这边我们只需要写一个个人信息。好，比如说姓名、电话、邮箱、求职意向。比如说你想产品求职的意向，想做一个产品助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实习生，还有一个教育的背景，学校名称、专业学历、时间。好，这边 GPT 它给了我们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简历回应。好，有了这个详细的一个简历大纲，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去写出来这一个简历，这样写出来就简单多了。好，我们在写提示词的时候，要把这个提示的目标说清楚。比如说你要想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随便聊聊哈，而是明确。好，我们这里再写一个
让他给我们写一篇电商防晒丝巾的抖音口播。好，这样一个简短的提示词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再把它再写精准一点。好，首先一个我们的受众是给谁用，在什么场景。好，这里我们可以写25到。好，再一个约束有什么不能碰的，比如说这一个口播不能超过150个字，里面也不能用绝对防晒这类夸张词汇哈。好，如果我们有类似的防晒丝巾的一个口播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发送给 AI， 好，它会做出来的口播会更贴近你的预期。好，写好之后，我们这边发送给他。好，这里他会把这个口播文案控制在150字以内啊。好，如果你怕 AI 没有看懂，可以加一句先复述我的需求，再确定后再输出答案。好，我们这里再添加一句，让他先复述再回答。好，这样他就能产出让我们一个精准答案口播内容。好，这里他就给到了我们一个精准的口播内容啊。好，而且它也不会夸大其词。好，第二个问题 ，AI 绘图提示怎么写才不歪瓜裂枣？都能做 AI 绘图提示出来的效果歪瓜裂枣，其实也不是 AI 不行，而是提示词写的不够精准了。好，在这里我们有5个核心的原则。好，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主体清晰，要明确画什么人物、场景、物品。好，例如说一个25岁亚洲女性，长发微笑。好，第二个要细节限定她的头发、肤色、姿势、表情，避免随机生成。比如说我们让她给我们把头发提示就是黑色直发，自然妆容，坐在咖啡厅靠窗。第三个环境场景的话，如果在室内我们就写在室内，室外我们就提示里面加入室外。好，这是一个背景元素。第4个是风格设定。好，风格设定的可以有写实摄影、插画、赛朋克、油画等等，风格就非常的多哈。你看你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绘图，我们就使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让它生成提示啊。好，还有一个负面提示词，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负面提示，好，这是用来避免歪瓜裂枣的关键。好，我们比较常用的负面提示有变形、畸形、丑陋、残缺，还有额外手指、额外的四肢多出一只手或者是多出一只脚。好，还有就是模糊、低清、噪点。好，这边我们就来实际写一下这个提示怎么写啊。好，比如说我们想要画什么呢？这里画图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外貌特征。好，这里我们就写一个亚洲美女。好，这样写是不是太简短了哈？好，这样生成出来它就不够精准。好，我们要加上一个20到25岁的亚洲美女。也可以写一个女性嘛，长发微卷。好，写一下她的头发啊，穿白色吊带长裙，赤脚，还有一个手持草帽。好，我们在这里写的这个提示是不是就非常的详细了？第一个，它有一个年龄20到25岁，这是一个年龄，还有发型长发微卷，还有它的一个服装白色吊带长裙。好，它的还带了一个道具哈，手持草帽的一个道具。好，我们再加上它的一个动作加状态。好，主体在做什么，情绪如何。好，我们可以加上站在沙滩上，侧身微笑，左手轻提裙摆，眼神看向海面。好，在这里我们加上
动作和情绪能让画面更生动，避免僵直站着。好，我们还有一个环境加背景，什么氛围啊？比如说我们这里需要加上一个正午阳光下的热带沙滩。好，这里我们就加入了一个时间光影细节元素啊，里面有贝壳、椰子树，这样能让背景不空洞。好，风格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风格，比如说写实风、4K 高清、电影激光。好，我们要做成一个图片，我们需要在这里创建图片。好，可以在 PPT 直接创建一个图片。哈，这里我们还可以选择它的一个风格。好，专业摄影。好，我们选这一个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第3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视频提示词？好，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人物、事件、机位、镜头、光线、情绪、风格、运动、物理参数都要写清楚哈。这是一个 AI 视频提示词的一个关键啊，这些都必须要写清楚。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根据我们刚刚这一个提示出来的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啊。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它里面的背景有蓝色海浪，是不是还带有一点白色的泡沫？海浪的边上，远处有椰子树，还有地上有贝壳。它的头发是微卷白色吊带裙，手持草帽。它是一个侧身微笑的一个效果，左手提裙摆，眼神看向海面。真的，这一个提示大家可以写人物生成图片，用这样的一个提示做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它真的是按照我们的提示生成出来，没有做出一个歪瓜裂枣的一个效果哈。好，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一个如何生成 AI 视频提示词。好，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年轻女孩在樱花雨中走过，远景推进到特写，柔和光效，梦幻氛围。好，我们用这一个提示来生成视频的话，就会有分镜感和氛围感。好，我们用这样一个提示去生成我们的一个视频，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哈。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提示，一位亚洲女孩穿着红色旗袍走在霓虹灯街头，赛朋克风格，4K 高清电影光感。好，这边我们用我们的可伶 AI 来把这个视频做出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国内的可伶 AI， 不管是出图还是做视频，它的效果都非常的清晰，而且它遵循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出来的视频，不容易有歪瓜裂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生成的一个视频真的非常的好，没有一个模糊的效果。好，在等待视频生成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下下一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也就是说帮 AI 设定一个身份、任务、语气、格式和边界。我们生成 AI 的助手的行为指令的话，其实就是告诉 AI 你要扮演谁，怎么做事，遵循什么规则，产出什么结果。好，这边我们直接拆成了4个框架。好，比如说第一个行为指令有角色的设定啊。好，我们先要告诉 AI 他是谁，比如说你是一位职业教练、客服专员、数据分析师。好，第二个就是目标任务，就是需要他明白，让 AI 明白他要完成什么事。好，比如说让他帮助用户优化简历，提高面试成功率。好，第3个就是执行规则。执行规则就是规定做事的方式，限制条件。好，比如说回答要简洁，不超过300字。好，不能使用绝对化词语。好，第4个就是输出结果。好，明确你希望 AI 给你的最终产物。
比如说让他提供一份简历修改建议清单，按问题优化建议两栏展示。如果你是一位职业的客服专员，我们的行为指令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写。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顾客解答疑问，提供产品信息，并保持良好的服务体验。它的规则需要有语气要礼貌，耐心，像真人客服一样。回答要简洁明了，避免专业术语或模糊表述。然后他每次回答的话不超过120字。遇到敏感问题，如售后投诉，需先表达关心，再引导用户到相关处理流程。若用户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请说明，需要核实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不是随意编造。然后我们需要用自然对话的方式回复用户问题，在合适的场景下推荐对应产品或解决方案。这样我们就规定他的当一个电商客服，用简短亲切的语气回答。我们也可以写上不能谈论非商品问题。这样 AI 就会像一个专属助理一样稳定发挥。这是一个后设问题。每次问完的话，我们可以都加一句，在这个问题背后我还应该问什么。它能帮你发现盲点，补齐思路，让结果更完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精准提问、绘图提示、视频提示、助手设定、后设追问，这就是 AI 学习的5问法。学会这5个问题，你就能让 AI 真正成为你的创作伙伴，而不是一个随便答题的工具。这边我们的一个视频也做好了，大家看一下的一个效果。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前不久呢 GPT 已经升级到 GPT-5 了。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 GPT 的账号的话，你可以点击我的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购买，还有一个代充。如果你之前还没有续上费的话，赶紧去续上费直接去找代充帮你通上这 GPT 的 Plus 会员。不会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 AI 起飞站的这个视频还有这2个视频都是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去代充这一个会员。这是我专门做的2期这一个视频这一个代充 GPT 会员的一个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或描述栏。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当我们拥有了 GPT 会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的左上角它就会有一个 GPT-5。我们下面这一个它是自动决定思考的时长这个它是自动决定思考时长。这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思考更充分，回答更优质。如果你想让它思考的久一点，深入一点，你就可以选择下面这个模型。如果是一般使用的话，我们就选 GPT-5就可以了。我是小爱，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别忘了订阅点赞我的频道哦。我们下一期再见。